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立委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新年快乐。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五哥好，大家新年恭喜。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大家好。好，那今天有几件攸关台湾未来所有一些走向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军购好，那有媒体直用好，那开春，昨天总统跟文院长大家聊完以后一个茶会，今天呢媒体上就已经出来了。好，那行政院版1.2兆的军事采购特别预算呢已经同意要复委了。OK， 那复委大家当然也在看另外一件事情，就国民党的版本什么时候要出来？因为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来看，但是有一个时间压在那里，3月15号那个发价书就要出来，那怎么办呢？那时间不等人，那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税这件事情。当我们在过年大家开开心心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一个违宪这样的一个判决下来以后，那把全世界都打乱了。好，那在今天，行政院副院长郑运也开了记者会，那跟国人讲所有这些相关状况，包括232，我们拿到最后国待遇这些不变。但是你也听到有蓝营的人就直接好。昨天包括赵少康先生他们重话都已经撂出来，上全鲁国或什么，你也听到蓝营有人就直接讲说，连外媒都有人讲说，我们是不是做了冤大头？但是时间一样不等人。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如果要是等到这整个协议送到立法院以后，过还是不过，那这也都考验的在朝在野之间所有的一些智慧。接下来呢？接下来前面这些事情到了年底2026选战的时候，是不是全部都会化为选票？到底该怎么办？包括蓝白合还会受到任何的挑战吗？柯文哲在里面会扮演什么一些角色？新北、宜兰、嘉义市，那蓝白会先进行整合吗？所有这一切都在这几天里面，尤其是刚前面讲的军售，包括军购，包括关税，在都会影响到未来。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今天说1.2兆可以复委，那这复委，但是有压着那3月15号时间，到底该怎么办？国防部长顾立雄说话来。要货户预算在3月15号以前是应该在作业上是来不及。那我们希望是不是能够由委员会在预算编制通过之前，是不是能够授权国防部来跟美方签署这个画家书，取得立法院的同意授权，我想就不至于延误。我并不是很理解，郑丽文主席所讲的这个要跟美方。沟通或者是有关军购案的事项，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方不管是从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等等，他们都一再的肯定这个1兆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的编列。来一站，刚听到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有军购这件事情，在过程当中一直讲说没有办法复委嘛，政院版没错。那但今天就讲说，可以复委了，好消息。不管怎么样，总是复委了嘛，大家去讨论。当然，第一个大家还是在看说国民党的版本什么会出来，另外一个是也有人从那个好了，大家不要鸡蛋挑骨头，可是也有人会问说，那其实所有的客观条件没有什么大改变，那为什么？蓝白会同意要让他去做复委，是闻到民意的味道，还是有其他一些什么任何的改变吗？对，还有除了民意的变动，当然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的当选嘛，还有所谓的川普，有一些人建议说，是不是要对绿卡、绿卡这件事情针对所谓的军购案反对的立委来进行所谓的他家人绿卡的取消嘛？这美国的相关的智库提出的建议嘛，所以绿卡比卡绿重要卡住绿营的这个军购条例，对不对？绿卡比较重要。另外这个好消息，国运签嘛，国运签正南宫的国运签今年就有写了。看看雨水得相逢啊，雨是谁？雨就是韩国瑜嘛，水是谁？赖清德的清就有水字嘛，雨水得相逢啊，台湾的国运就会如鱼得水嘛，所以今天大家都有被这个正南宫的这个国运签所感召了。韩国瑜召开的第一次的党团协商，今年年后的第一次党团协商，就有好消息爆出来嘛，10次白蓝10次党军购，我们都有算在程序委员会党了10次第11次要跟孙中山一样革命成功果然闯关成功，在这个各党团同意行政院函请了这个军购条例军购特别条例这个法案呢，及尚未提出相关的特别条例，均列入3月6号，就是下个礼拜5第2次会议议程里面来做这个报告，而且。不提出复议，就是各党团都决定不提出复议，表示会通过了。另外
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上开未提出的特别条例，就是国民党党版的，因为民众党党版已经提出来了嘛。国民党党版现在也有很多的版本，这些相关的版本都应该在前一天3月5号礼拜四提出以利院会处理嘛，所有的版本都会在3月6号这个院会全部送到委员会去做相关的审议嘛。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民众党的版本，但是国民党版本我们可以从这个日期里面，至少3月5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国民党会提出什么版本。目前听出2种声音啦，一个叫做8500亿的版本啦，那8500亿的版本大概就跟美国要对台湾的军售的部分，大概9500亿就非常接近了，大概就是符合美方要卖给台湾的这个相关的需求嘛。那在台湾自治的部分，我听到国民党朋友是说他们会希望在条例里面列入叫做一般预算来处理，而不是列入所谓的特别预算来处理。这个其实行政院也可以接受哦。到底国民党会提出什么版本，我们不知道。因为另外一个版本叫减配版3500亿，等于是民众党的减配版。民众党都提4000亿了，结果国民党还提出3500亿，就要减配版的版本。所以国民党到最后会定出什么样的版本送到这个院会来做处理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看到国民党版本，不要到最后又被说又是正习会的这些因素不要因为这样的因素来做卡住这个军购案的相关因素。另外就是说时间很重要嘛，顾立雄今天考虑到就是有3项军购案3月15号所谓的发价书会到期。这3项军购是什么军购？托式飞弹、标枪反甲飞弹跟 M109A7 的自走炮。这3项军购其实民众党的版本也有这3项军购如果民众党你的版本里面有3项军购，你也想要买这3项军购的话，应该跟民进党来配合，说我们至少要让国防部可以去配合这个发价书嘛。因为我们国民党的版本还没看到，如果国民党的版本也有这3项，那大家都有共识了嘛？是不是可以在院会里面去处理嘛？那3月15号之前有3次的院会，一次叫做2月27一次叫做3月6号，另外一次就是3月13号。比较有可能的处理就是3月6号这个所谓的复委的同时，或者是复委的下一周同时授权给行政院可以去处理这个发价书嘛？这样子我们这3项军购就可以来得及，不要因为来不及的关系，到最后我们没办法买到这3项武器，对台湾的国防会有严重的影响。来，明显可不可以直接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人就在问说，那很多的环境都客观环境都没有改变，但今天都同意复委了，那为什么？就前面那10次的条件跟现在的条件有什么一些变化吗？是国民党感受到了民意的一些氛围吗？另外一个，刚才顾立雄部长特别提到，那个发价书时间不等人的，那怎么办呢？因为那立法院包括召委是3月11号选，就有很多还在立法院的会期里面还在 run， 那这到底是怎么办？第一个，你说时空环境有没有改变？确实，你说，我觉得外在压力还是有。你说国民党没有美国朋友嘛？一定都有嘛。你常接触了，一定都有嘛。沈公，你笑的什么声音？我不晓得他所谓的美国朋友是什么意思。也不是只有可以讨论军购的朋友。AIT 拜会也不是只有拜会执政党而已他拜会在野党都有党中央各那个立委也都有。其实不要讲说我监议议员也都会有也都会找。我没有我没有应该都有吧？朝野党尤其你的选区又在内湖嘛 ，AIT 也在这。不是，他平时遇到就算了。我说正式拜会都有啦，就是说沟通这些相关的议题也都会沟通啦。你说有没有感受到美方的压力？怎么可能说没有啦？你讲没有，当然是骗人嘛，一定会有，甚至包括连美方的，好，你说他智库人士说刚刚议上有跟我们说那个绿卡的事，这个也会有压力吗？我不会啦，说我看到这新闻，我觉得蛮夸张。这也公啊喜欢没？我觉得有过头，可是。第一个，我说美方有传达相当程度的压力，这是一个。第二个，民众党团的立场有没有微妙的转弯，这也是啊。几个版本，刚刚伊莎提到嘛，不可能只有提3000亿啦。版本第一个，我们内部讨论这件事情，你要不要澄清一下？因为媒体上面是说，是党中央郑丽文主席他们比较倾向是3500亿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数字一出来，就讲3500亿，这个就是讲说比民众党的4000亿还要再减缩版。而且以国民党平心而论，国民党很多军系立委。那有军系立委熟悉所有的国防阶提出来的版本，理论上应该要跟实际的状况会比较相符。这也不是说什么国民党直接跟美国谈，或跟国务院或跟国安部谈。我怎样？我脑袋里抛。你有没有看媒体？这是联合报来，这是联合报，联合报这篇。
郑丽文主席指国民党将积极主导对美军购，所以行政院长说传达在野党的立场，我们需要怎么？第一个，台湾需要的防卫，我们需要的针对否台湾的，譬如说，海马式是针对单兵有用，那你。M109到底有没有用？那可以讨论，就是说，所以我们内部讨论，第一个军购是说，在于说，除了美方公布的几批的军购里面，那列为特别条例，那其他的可不可以改用年度的？所以这份有讨论的空间嘛。第二个，台湾针对台湾的防卫需求有需要的，这个也要纳入嘛。所以傅昆萁总召，这个今天也表达这一个立场嘛。所以我就说。你说有没有外部压力？韩国瑜不是开春的时候今天提到一个吗？他今天讲一个很重要，不要因为一个判断错误导致四面楚歌。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用到四面楚歌，不要。当然，国民党要各自交朋友，也要对国人讲清楚嘛。我们是对于说军售，我们是全力支持，可是对于能不能符合台湾需要防卫需求的这一部分。第一个，国防部当然说清楚嘛，在野党有在野党立场，我们包括有陈永康，我今天中午也有跟陈永康碰面，他也表达他的立场啊，因为毕竟他有他的专业嘛，我们提出来是为人民把守荷包，第二个为台湾的防卫需求提出来。那至于说国防部认为发假书，这过去有没有先例啊？那未来怎么跟美方沟通？这可以进一步跟美方协调。只说在野党此时此刻，第一个就如同韩国瑜跟江启臣联名说，要让政院版的先复委，然后在野党的包括民众党已经先复委了嘛。那在野党送出来之后一并审查，看能不能加速。该买的要买，符合台湾的防卫需求。在野党没有挡军购。OK。在野党的包括民众党已经先复委了嘛，那在野党送出来之后一并审查，看能不能加速。该买的要买，符合台湾的防卫需求。在野党没有挡军购。OK， 今天有没有听到最后那句话？在野党没有挡军购。然后第二个，郑丽文主席又讲说，军购如果有任何延宕，那个是执政党责任，是民进党政府的责任，是你们拖到了所有的这些时间。第三个，刚刚过程明显有特别提到，韩国瑜院长跟江启臣他们在这过程当中，显然包括副委或什么，可能是他们在主导，不是党中央。不是郑丽文主席决定要这个样，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内部会不会隐隐然感觉得出来，会有不同的一些好了，讲再现实直白一点，年底要选的人最担心所有这些，然后包括可能不用选的人，那我就坚持我的立场，我没有错啊，我坚持对台湾好，不该买的不要买，你们干嘛这么乱花钱？我就这样坚持咬下去不行吗？其实，在国民党里面，现在分为两派，不同的一个立场的一些立委了哈。那国民党的部分，原则上在傅昆萁跟郑丽文主席，其实某部分是主张比较倾向中国的一个想法。那换个角度，你先让我分析完。比较主要是因为政协会在前提，所以他们主张的就是说，军购的部分或许，他们真的想让它过。今年要选举的人，大家嘛无希望动啊。但是换个角度，他们想要政协会完了再来所谓的摆中国一道，或者是怎么做，怎么说法不知道。但以现阶段来讲，国民党你说没有党啊，明明立法院本来就是多数决，那你蓝白过半，你们所有的不用，不管是8000亿、9500亿、4000亿、3500亿，目的你们连副委都不愿意。但现在有一个最后的最大的问题，民进党现在释出善意了。在查叙的当中，总统也说，只要不违宪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到立法院统问统答等等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已经释出来，执政党释出来，毕竟我们国防的事情非常重要，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总统已经释出了这个善意。那现在韩国瑜回去，到底你们国民党里面内部，还要拿什么理由来挡？这是一个问题。国民党，如果你们真的认为台湾本来就应该要针对国防来自主提升的话，不应该挡到现在。你说你没有挡，我告诉大家，那真正挡的人是谁？不就是全部都是民众党吗？那看起来国民党现在在甩锅，为什么？甩锅什么？甩锅年底要选举的一些人，他们主张的是想要过，可是好像在党内也没有发言权。那立法院现在谁说了算？不就是傅昆萁带头说了算？那所以到底现在情况是什么？我还是一句话，国民党是真的有心在挡，那挡的理由可能两种想法不一样。
那至于中国的介入有没有介入，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我个人认为一定有程度的介入。来，明孝要不要直接回应中国有没有介入？哎，我觉得建议委员这我抗一下啦，就对不起，说我是建议议员。建议议员啊，你不要说军购，就是说一定要听北京的，是不是跟沈伯洋他们的讲法是一样的吗？军购第一个如何符合台湾当前防卫需求？譬如说你国防部建案，你要提出符合台湾防卫需求的科目、作战需求，那科目是哪一个？你要提出来嘛？譬如说，我也听到我们委员在讲。他们去考察，我不要讲哪一个委员去考察国军的时候，无人机在这次里面科目算很大的嘛。那看无人机，军规无人机不会可以。他说，军方讲说，哎，这免干扰的啊，结果飞上去之后，干扰器一开啊，还是飞回来啊，还是受到干扰啊。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军规的？怎么去做采购？这要讲清楚。我们的防卫需求是什么？建案是什么？这要讲清楚啊。这是攸关到我们国家防卫需求。防卫需求真的不要再抹红说，哎，国民党所有军购都听北京。如果都听北京了，是不是我们所有军购都不要买了？挡到底那是要挡。所以如何符合台湾需求有用的买我们需要的，这个是我觉得才符合台湾当前一个需要啦。不要讲。不要用那抹红的一个方式啦。你这么理性，这么我本来姓李啊，对哈，你这理性，那为什么当初不干脆直接付委下去讨论？对啊，五哥讲啊，你又没在听，五哥讲两派嘛。第一个的话，你专门认为民进党要的都给他给啊。第二个，在野党有人认为他，你看民意刚刚是两边嘛啊，总是有人认为说哦，你在野党，你执掌为什么全部都听美方的？那我们现在买的细目内容，大致上现在3个字，我们现在直截了当讲，3月15号期限。到了，一下的话，这2个，你知道，我们2个都不是立法院最懂的，要问我旁边我2个不是立法院，既然这样，那就可以了。OK， 因为不管明贤啦、建议或阿苗，对台北市议会一定熟认了。来，算公解惑几件事。第一个怎么办？顾部长刚才明贤讲。那个立法院先例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碰到这种委员会什么，大家都还没有办法解决掉这个。可是因为行政机关有这个迫切性，那怎么办？好，第一个他希望能够这样做。第二个。双公来，郑丽文主席讲说，国民党要积极主导对美军购，因为毕竟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在野党，但是在立法院是多数。那卓荣泰院长就讲，包括你说顾立雄部长说，这是一整年，包括行政单位、国防单位跟美国去磋商、去弄所有这些。那如果要是在野党要去主导的话，未来这个到底该是什么样一个场景？没有，所谓的在野党主导军购，他讲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他讲的意义是在立法院嘛，不然在野党有去跟那个 AIT 啊、印太司令部啊、美国战争部啊、美国白宫啊、国务院啊有谈过吗？没有吧？但是我们的军方有去谈过、沟通过啊。那你说主导，其实你把郑丽文的解释，主导就是立法院的主导嘛？再回顾一下，预算主导了。我回顾一下。在放假前，不是传出来2月12号党中央约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要谈军购案吗？他哪是谈军购案，谈的是要韩国瑜跟江启臣不要待在外交委员会啊，因为正副院长依惯例都是外交委员会嘛。那军购条例下来表决的时候少2票会输所以那时候是为了这个事邀了3个立委。其中有1个立委不爽不去嘛，所以也没谈成嘛。那党中央的意思是什么？我就是在委员会要跟你战啊，因为委员会战输了，到院会翻就很难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所谓的主导就是要在委员会主导嘛。说与美沟通，你到底要跟谁沟通呢？顾立言也跟你见过了。顾立言不会不知道啊。顾立言很清楚军购案啊，他很清楚啊。那顾立言也跟你谈过啦，顾立言也跟几个立委也谈过啦。那对美沟通你要沟通什么？你要主导又提出3500亿的版本。真的有那个版本吗？媒体今天呢，我刚刚不就解释，你又没在听。今天在智库讨论有2个版本基础啦，我可能比你还清楚，一个3500亿，一个7500亿。真的有一个3500亿的在智库讨论。对啊，他们有2个版本为基础讨论，一个3500亿，一个7500亿啦。那3500亿就是通过的1亿美金的金额项目嘛，第一波了，那就第一波的项目而已嘛。那你看那个黄国昌。在立委提的 TPP 的那个民众党的版本上限4000亿嘛，他列出来的也是那5项军购外带一个881亿的获得
国外同意采购的金额预留一个金额嘛。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对美军购条例嘛。因为根本没有，因为国防部里面所拟的行政院提出来1.25兆，它还有对内采购啊。其实说穿了就是对美采购嘛。对美采购。那另外一个版本7500亿到8000亿啊，那个可能是以徐小新的基础版本啦，好，但徐小新的基础版本又比这2个版本对美采购军购里面，包括像西武 ISR 啦等等一些的软体性的东西等等直管系统，它有纳进去，但是他把台美合作的项目跟对内采购。要求是移到年度公务预算编列，解开来。好，差别是差在这里嘛，那最简单的说，我先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请上公问一下国民党到底有几个版本啊？为什么会这些？因为虽然行政院版的1.25兆已经复委，但是在各阵营如果大家各自提了版本的话，在讨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对，当然并案。我如果是国民党，我提了7500亿到8000亿。那我一定是以我的版本为主啊。是。那民众党当然那个版本比较少，人也比较少，某种程度就可能会是这2个版本跟行政院的版本，大家直接做你说 bargain 也好，大家就直接做一个折中，会不会是这个样？所以你要了解每个阵营各自行政单位提的版本跟各自阵营的版本，它未来在立法院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来什么？它很简单一件事啊，你看黄国昌跟傅昆萁都说。不会通过行政院的版本哈，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一件事嘛，你看民众党提的草案名称是不是跟行政院不一样？国民党未来提的案子的草案名称应该也会跟行政院不一样。我只要把我的草案名称为止，底下里面关键条文，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条文是类别嘛，关键条文是项目嘛，金额嘛。关键项目是执行期限嘛，其实最关键的就是3个条文嘛。那3个条文大家来折冲啊。但是通过的版本的草案名称叫做国民党的草案名称啊，有差吗？其实没差重点是看这3个条文嘛。那当然，你过去看他们今天朝野协商，大家都说有新气象，也可以啦。就说总算有进步了，总算从12月2号挡到至今2月24号。总有一个协商结果了嘛？就最迟3月6号，大家都会复委嘛因为1月30号民众党版本已经复委了，所以为什么会写并民众党版本审查？是因为民众党版本已经先复委了。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3月15号怎么解决？上公就在问你，那个有没有任何先例？立法院怎么解决这个？我们议会有没有？要不要翻字典？没有。它只有一个问题嘛，因为委员会是绝对来不及了，看来是来不及了，因为3月11号才选召委啊，12号排会，12号排会啊，16号开会，然后再下一次的委员会就16号啦，中间跳过15号啊，来不及开。那不然大家同意的话，12号开会审查，直接进复2读，13号大家朝野协商让它过。我唯一赶在15号前把它通过，就只有这一个可能性。其他没了。12号开会审查，直接进复2读，13号大家朝野协商让它过。我唯一赶在15号前把它通过，就只有这一个可能性，其他没了。可是蓝白，你叫蓝白在那时候就直接进复2读，然后让他这样过，就说全案保留送院会啊，就当天审完了就，你看这个国民党不是很会用吗？财政收支划分法不是这样吗？就那个选举罢免法不是这样吗？宪诉法不是这样吗？啊，都是在委员会里面，到最后不是全案保留送院会，讨论全案保留送院会啊。如果全案保留送院会，那就院会协商啊。那如果院长积极一点，13号是院会啊，那上午不要开了，我们来协商协商完了以后变更议程排入案子里面，让他3读啊。唯一最快的方式就只有这样。要这样子要其他没辙，就给他3读啦。郭伟雄本来只是说给我个授权书，你现在就等于直接我说没有这样子可不可行嘛？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啊，不可能的话，蓝营可能答应这样吗？不可能的话，那
很难处理。其实顾立雄说是委员会授权哦，委员会无权授权，委员会无权授权提案嘛，委员会有向院会提案权。就是说我委员会如果做成一个决议，好，比如说委员会3月12号。可能民进党假设民进党做召委嘛，就说哎来，我们变更议程，我们就排这个案子。当天委员会做一个决议说，向院会提案，委员会向院会提案，好，授权这3项，就托24啊，那个就大家可能那个交集都有这3项啊，对，因为交集都有都有嘛，那我就说我授权你先签发假书，那院会。我丢出去以后送到议事处，我13号，来那个议程确定案的时候，列讨论事项，加列讨论事项，委员会的提案加列。那13号院会去做一个决议，说好同意授权，签发假书，那 OK，那程序上是可以的，虽然依然有风险。依然有法规风险，因为你看条例没通过，预算没送来，我授权你签，结果到最后如果后面立法院，我举个例啊，有人有异议说，不行，我反对，不行，我反对，那会出问题的，所以它会有很多麻烦事，这一定要经过朝野协商。那为什么好？其实理论上这应该是国防部、行政院要跟立法院大家各自去想办法解决，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想办法帮大家去找出解决的方法。阿淼为什么要去找出这个方法？好，平心而论，谁都担不起一件事，还记得吗？大家最近不是老是把当初2006、2000年到2006年，我们就要去买那3项武器，包括潜舰什么什么。结果后来因为时间过了以后，然后结果后来人家不卖了。OK， 所有相关的一些拿到现在来，也就是说3月15号这个日子，郭伟雄为什么要直接这样讲？意思就是，如果不过，你们也不要怪我了。那我都已经拜托大家给我授权了，那蓝白扛得住像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压力吗？如果万一不行。程序完不完备？现在大家已经在想尽办法找方法。蓝白第一个从副委到讲这个授权书，所有这些真的感受到那个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了吗？没有再提一下，民进党团3月3号院会，其实你们是可以提案，提案直接向院会提案，授权，然后呢，当然会有争议，因为没有朝野协商，送朝野协商，要求送朝野协商，如果大家都同意朝野协商，院长主持个朝野协商，大家都没意见，也可以完成授权。所以不一定是委员会提案。OK， 来有没有？先讲3月15号这个时间点哦，绝对不可能来得及取得预算，不可能，因为绝不可能。现在只是附条例而已，而且就算条例3读通过，预算也还不能编。要条例3读通过，还要等到条例公告生效，行政院才能开始编嘛。编好了之后呢，要从副委从头开始再走一次。所以我说这个母法跟预算各有5关要过副委嘛，委员会实施审嘛，政党协商2读3读嘛，5+5总共有10关，现在才跑第1关而已。3月15绝对来不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3月15来不及，现在就要看了美方要不要给面子。因为发假书它可以延期嘛，对不对？所以美方给不给面子？如果给面子，好延期了，好延期了之后，来不来得及把预算给通过？这个球又回到立法院手上。那万一美方这一次说，你们前面弄得太难看，我这次没有要给你面子，发假书如果真的过期了，那马上面临到责任分配的问题嘛。所以现在其实很多所谓的处理啊，我认为啦，大家在处理的其实这个所谓责任分配的问题，包括今天这个顾立雄部长他提出来，不然立法院看是以什么形式，当然他讲委员会嘛，但是要委员会还是院会还是怎么处理，其实我们过这2年看了太多立法院各种变魔术了，从宪诉法到财划法到国会扩权，哪一个不是变魔术变出来？突然之间，朝野协商，大家同意副委，会不会也是因为大家都感受到那个万一，要是有什么
有什么不测都不要怪我们，我们已经让他复委喽。蓝白会不会也这样讲？我让他复委喽，3月6号哦，你们不要到最后，如果要是真的没拿到发价书，那个没有买到，没有什么，全部都要怪我们头上。大家会不会？你刚刚讲责任分配，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做后面的准备了。五哥完全点到重点了。我认为国民党的这个复委本身呢，其实仍然是以拖代变的整个手法之一，因为。我认为国民党的这个目的，当然也许不是所有国民党的，国民党当中也有人是心向中华民国的。那我说国民党的这个，那他们当中还有谁是不是像中华民国？国民党的鹰派的一些作为，你觉得我个人认为说看起来不像是像中华民国。我坦白讲就是这样子啊。你如果真的心向中华民国，为什么会坚持反对复委到这个程度？我无法理解。对不对？我们在议会里面也监督市府预算啊，可是监督市府预算的作为，绝对不是把预算一拖再拖，绝不复委嘛，对不对？你拖个1个月 ，OK， 解释清楚，你好歹就要给他复委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被拖的不只是这个军购，我们现在录影时间2月24号，快要2月底咯。今年2个月要走完哦，总预算还没复委，这不是天大笑话吗？所以。国民党当中有一群，我把它称为死硬派好了。这一群死硬派，我认为他要的啊，并不是单纯党就是目的啦，而是军购不成才是目的，党只是一个手段。阿扁时代，当时这个小布希要卖我们8艘潜舰嘛，那国民党蓝营在立法院里挡了69次，卡在程序委员会出不去，等到。阿扁任期到了，马英九上台了。马英九说：“潜舰我来买，我要买啦。”结果呢，美国总统也换了美国嘛，奥巴马不卖了，军购不成了。那以现在来讲的话，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说，会不会最后军购不成？因为不是只有发价书315要到期的问题，还有4月川习会的问题。这个问题比那个发价书的问题更大。你觉得川习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川习会来讲，你不会知道川普他的底牌到底是什么，你也不会知道习近平要跟川普交换什么。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当然是变数越少越好嘛，因为我们不会知道他们桌上到底全部什么牌，我们看不到那所有的牌。我只知道说，我现在能够拿到的筹码，我现在能够拿到的成果，我能拿的时候尽量拿到，这是对我们台湾有利嘛。所以为什么行政院会在那个时间点，去年那个时间点提出来这特别条例？因为时间有算过啊。如果这个立法院很正常的话，现在应该是在审特别预算，对不对？如果这立法院正常的话，现在条例已经弄好了，在审特别预算呢。那可惜的是，现在立法院现在才刚复委嘛。那重点是会不会这个所谓的国民党里面那群死硬派，他是现在看到民意说好吧，那我给民意一个回应，我把它复委。但是复委之后，就如同五哥讲了，他是不是宣传啊？我已经支持了，我没有党啊，已经复委了。因为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后面还有9个程序要走。那甚或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啊，今年年底不是要选举，所以很多国民党的候选人压力很大嘛。所以这个复委其实是一个泄压法。这个疏散的这个压力之后，说不定在今年选前，他把这个特别条例给通过。然后就可以到处去讲了。你看哦，我们立法院有拍照存证哦，国防预算已经通过了，但特别条例通过之后，预算还没有啊。到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如期如职的获取我们要的装备的时候，责任一往外推啊！你看，我们条例已经通过，都是赖清德的问题。这个在政治攻防上面，它会互相变成一个说不清楚的事情。明显，我直接请教阿苗，刚刚讲，国民党内部有一些死硬派，所谓的死硬派，他的意思是说，根本不是心向中华民国，而且目的就是要把军购挡，不是要挡，是根本不让军购会过，有没有？阿苗的讲法跟建议讲法是一样的嘛，就是贴标签的方式嘛。我都讲了。国民党自己智库做的民调，多数超过60%是支持增加国防预算的。可是你进一步去问的时候，你本贝尼1.2兆就变成两级喽，46%反对，45%支持，就变成2级啊。我知道阿苗的讲法，你用46%，这不具名哦，民调不具名，46%这些心都不像中华民国吗？没让你讲嘛。所以支持多数超过60%支持
增加国防预算啊？你怎么去增加啊？如果具体的问到8年增加1.2兆啊，反对的多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所以副委不给副委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民调是真的对8年编1.2兆到数字那么大的时候，第一个会不会排挤？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需要的，内部就会挣扎嘛，就要经过讨论嘛。第一个会不会排挤？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需要的，内部就会挣扎嘛，就要经过讨论嘛。啊，为什么不讨论？第二个，你讲了发价书这一个，当然上工是活化石，他提出2个路径嘛，包括朝野协商委员会提出都可以。可国防部的讲法说，还是可以有争取延后的空间，过去也有这权利可循啊，所以都有管道可以解了。毕竟军售到底是买方市场、卖方市场？当然，你对国防部来讲，美方会插队，担心其他国家会插队，终究还是买得到嘛。你讲的是一个没有错，可设的前提之下，有没有可能发价书有机会再往后延？这是一个问题。但前期川习会2位是在4月份要碰面，对。那你3月15号，如果假设他给我们的 deadline 3月15，你没有达到他们一个预期的，那川普跟习近平这2个，如同刚才艾苗讲的，因两个要讲啥条件咱唔知，小马本伫上手诶，伫川普手诶，我当时3月15号你过，你写了不爱过，那你不过你现在我跟他谈，我的感觉你们台湾根本没有诚意要处理，没有要买，那我最后面导致于说我们的所谓的军购案，完全不算数了。未来你要再买，如同之前的8艘和那个潜舰一样的意思。川普说：“我不爱买啊，恁台湾海马斯我不爱买，我打都不爱跟你讲啊。”那如果这样修马笨在川普的手上，那国民党，我想请问你，我们今天不要谈3月15最后 deadline， 我们讲说从头到尾党到这个，如同讲的，党是一个手段，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真的川普告一阵去跟习近平讲完了，是因为咱3月15号的问题，伊若对我宣布3月15号。我们给台湾最后的期限3项，这3项都没有达到我们要的时间点，现在要求要延所谓的发价书的时间再往后延，那他可能也认为说，你发价书就算给你未来预算时间到还是不付委不给你的话，那又再走一次。所以刚讲的这一段，来志胜，国际政治好了，真的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3月底到4月初是川习会，那会不会有所谓的正习会？大家说可能要到5、6月。这些会不会都影响到所有在国内刚才讲的所有走的这些事？本来川习会理论上，习近平一定会说什么东西好了，就是我们是他的一部分，然后什么不能够影响，尤其武器的这一份，他已经很肯慎。对。然后美国的6项保证，那个时候是绝对不会跟老共去谈有关于卖给我们的武器。但是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很多的国际媒体都已经某种程度在讲说，川普会不会真的这条红线会松掉？他会不会真的跟习近平讨论间？建议刚讲的那段是，本来要卖我们的东西，会不会出现一个状况，可能跟习近平之间，尤其川普关税在国内又被打了一枪，回头去跟人家习近平在谈的时候，好吧，这个也许谈得不顺，那个谈得不顺，对，到最后他如果提了那个武器，我本来没有的，结果后来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延宕的问题，我干脆顺水推舟，好，反正这个看起来时间也过了，我就干脆拿来当一个武器。就很多国际政治可不可能会出现这种让大家担心的状况？会不会？绝对可能。刚刚75哥还讲到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还有牵扯到美国现在关税裁定违宪的问题。这个让川普现在跟川习会见面当中谈判中间的手上的武器，少了一点。也就是说，我美国期待中国让步更多的时候，我本来的关税没有了，那我要用什么东西来调整？好，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杠杆。好，那从这里来看，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对于说是3月15号之前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抗胜，就是因为它其实的时间点不会到年底。是会影响到川习会当中川普的对台政策。虽然说6项保证里面的第6项告诉你说，美国不会针对对台的军售问题事先与中国磋商。虽然有这样很明确的问题是，习近平会一直讲啊，打电话也讲，见面也讲，这个所有各种场合都讲。那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是对我们的军购的不确定性会提高。第二，我觉得后遗症更可怕的是6项保证的这一条会不会被打破？那打破了后面以后美中台的关系的倾斜又不是这样子了哈，所以确实在那样的结构之下，3月15号变成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哦。那
我先把国内政治的部分再多提一点，我觉得啦，但是不一定对。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盘算是刚刚提到的，我让你复委但是我时间没有通过，没有通过有两个好处，第一，他对北京的压力可以释放掉，他为什么？我没有通过啊，我没有通过，意思说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他还是保留了刚刚提到的阻挡军购这个功能。那以后通不通过，以后再说。先郑丽文先跟习近平见了之后，再去看后半段那就释放了北京的压力。那对美国的压力，他说有啊，我有复委啦，那是时间来不及啊，不是我的问题啊。那不是我问题，所以就是那对美国他也没有这个压力存在了。那这两件事情一搭起来的结果，那就符合北京现在期待的军购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到美国的智库从不同的角度在提醒也好，在暗示性的施压也好，说赶快通过。什么叫暗示性的施压？就是刚刚13哥讲到的，绿卡变卡绿变绿卡。那个智库是 CSB， 就是美国的安全研究中心，他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纽夏。其实这个安全研究中心的总裁是弗莱兹，他之前是美国就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的国安会的幕僚长。所以他其实应该跟川普有很深的关系跟渊源。他去年还有来过台湾，跟萧美琴副总统见过面。所以我相信，纽夏发这个言论出来说，应该针对某些亲中蓝白政客和家属这个美国的签证跟绿卡就是刚刚讲的你让绿卡变卡绿，应该把它取消掉。我相信是美国高层里面，当然不能美国政府出来讲这个话嘛，所以我相信是有些这样子的不满。在这个警告蓝白的阵营的这些挡住军购的人物，那这个是你看这个是这样一个智库，另外一个智库那个 Goldstein 这个智库叫国防优先智库它相对而言比较没有那么接近这个决策圈，但是他那个 Goldstein 的研究也出来讲说，如果这个军购拖到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可能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也就会因为两个人见面要谈判，那干脆川普就直接把军购，特别是第二部分那个200亿的，直接就拿掉了，反正没有通过嘛，没有通过就延嘛。那我顺水人情做给习近平，换取更多美国因为没有关税，但是还可以获得利益来讲，他在警告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来看这个军购案，它牵动的一方面牵动到了国内政治。牵动到了郑丽文能不能顺利的见到习近平，那牵动到了蓝绿白之间的竞争，甚至影响到年底选举。二方面更大来看，那个美中台之间，其实在这一场角力当中，我个人认为这2-3个礼拜是会非常非常的精彩。OK， 因为接下来大家看到影响最大的一个，刚才讲说军售的这一块，再来就是关税的这一块。关税这一块，因为在过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直接宣示了这一部分是违宪，然后违宪以后呢，整个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多讨论，包括欧盟，包括日韩，所有的人大家都在看说未来到底该怎么办？那有不同的一些应对的一些方式。可是现在看起来，那我们呢？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因为时间不等人。然后我们签完了回来以后，包括今天为什么郑义军副院长要开记者会，要去讲相关一些论调。当然你也看到，包括蓝白阵营里面有很多政治人物或意见领袖也直接对呛了很多的一些的话。来建议接下来怎么办？就这个我们签完了，还是要如期送立法院吗？送了立法院以后，把球丢到立法院去吗？或是现在有什么其他一些考量吗？其实这个关税的目前其实在上个礼拜很多节目也都讨论过。那关税其实他们的高等法院判决说它违宪，就如同我们台湾的宪法法庭。最高法院。那现在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税金通过了，其实对美国他也一直对外讲说，那我们签的内容包含所谓的201、301、222、232。跟338，其实在美国来讲，它是可以叠加的。那如果我们跟他谈完了，确定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个人认为啦，郑丽君副院长今天出来讲，其实要大家安心，我们谈过的内容，最惠国的待遇的单项的所有的内容，其实都较聘。那至于说，可能本来在税金上面，国民党他们的想法是说，我也没反对的理由。对不对？对产业界，甚至于国民党有一些地方的一些立法委员，他们也是乐观其成。那只是碍于说是不是政党啊，或者是说立场的问题角度的问题，他们不敢正面的去说支持。但某一些就比如说江启臣，他也认为其实是 OK 的。那换个角度回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他们现在
当然又有借口说，蓝金茂啊，上礼拜不是你说怎么样，你谈的怎么样，我们立法院就一定要背书。那当然，这立法院的生态只有 yes or no。那你 yes or no， 你 no 的理由原因，那其实如同刚才军购，美方也在看。那明显，如果要是行政院就直接把这个送到立法院来，球就在立法院手上。未来蓝营跟白营针对这个态度会怎么样？第一个，行政院还没有说要送啊。郑丽君今天出来开记者会讲说，还是要跟美方磋商嘛。那就说到底有没有谈的空间？到目前，川普的关税，第一个，欧盟是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嘛。那日本跟南韩跟台湾是比较低调嘛，不出声嘛。所以你包括英国各国的包括国外媒体，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空啊，台湾、日本、南韩就回到原点了。他当然不是说用输家了，至少回到原点。那原点怎么办？还有包括第二个，如果不是用对等关税，采用15%的话，其他受到农工产品、农渔产品这些受到冲击了，你怎么去处理？你不能全部都丢给立法院，叫立法院来扛啊！行政院该怎么去处理？要说明清楚。还有2块了，第一个包括国防预算写到关税对等里面3%，这个以后怎么去做审查啊？你想其他各国没有这一条啊？以后怎么去做审查啊？你想其他各国没有这一条啊？还有最后一条是2个2500亿，总共5000亿美金，按怎么去谈？一个是信贷，一个金额，也要讲清楚。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该向国会讲清楚。OK， 来一下。明显刚才肯定了郑丽君谈的这个协议我就讲那一块还要再沟通哦。比如说有2072项叫做零关税嘛，郑丽君是说，因为现在大法官已经说这个川普这个 IEEPA 是违宪的，那我们签订的这些相关对于台湾2072项零关税这个部分会不会有影响到？如果不影响到，那还是按照零关税，它就会送到立法院审查，肯定了郑丽君谈判的一个结果嘛，这非常好啊。没有，你扭曲我的讲法。我是说蝴蝶兰这个从0变到15该怎么办？郑丽君说还要再跟美方沟通，陈菊君也是这样讲的哦。你看陈菊君的讲法还要跟美方磋商的原因是我们签订的协议会不会因为 IEEPA 被宣布是违宪的而有所变动嘛？那不会有变动，他就按照这个跟美方协议的送到立法院，那不就肯定郑丽君谈的比现在的还要好吗？陈菊君不是这样讲的哦，我觉得那个你把陈菊君的扭曲哦，陈菊君不是这样讲，他说的关税还是用15%哦，你跟我清楚哦，陈菊君是这样讲的哦，那你等于公然打脸陈菊君吗？没有，这个15%是因为他要针对全球，因为 IEEPA 被宣布违宪的时候，来宣布说针对全球都科15%嘛，那已经签过协议的人，他是不是应该按照跟协议国家的签订的相关的协议来照做？如果美光反悔了这2072项叫做零关税的，要变成15%，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反悔啊。我们相关的这些相关承诺对美方的采购，对于所谓的国防预算这个3%的这个特别预算，我们当然也可以反悔，那就必须重新谈嘛。但是郑丽君说，我们现在跟美方的磋商是，我们这份已经都谈完的协议有没有效嘛？所以不要扭曲，这个是大家的担心啊。我觉得陈俊基是担心说会不会变无效，那但是如果美方说没有，签订的协议还是有效的，你们其他的还是照做。重点来了，我们有76%的输美产品是232条款啦，拜托好不好？不要再讲 IEEPA 违宪了啦，有76%不是 IEEPA 规定的啦，是232条款规定的啦，这个叫做最惠国待遇，好不好？我们会变成对美输出的第4大国，是因为我们半导体，我们今天股市涨1000点创新高的原因是232，我们取得了最惠国的待遇。如果这个才是危险哦，国会如果不过，像韩国一样，韩国为什么赶快韩国总统要坐飞机跑到美国去磋商？一样是半导体嘛。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2天，当美国最高法院那个下来以后，蓝白阵营里面，尤其像蓝营里面有很多讲话非常非常的重意见领袖，像赵少康那些，连上权辱国，然后卖身契这些词全部都出来了。
那就是股市，我可以给大家答案嘛？为什么今天涨1000点？因为76%的对美输出叫做232条款，跟 IEEPA 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受到了台美关税协议的保障，包含232一并谈进去了，所以我们保护了最大宗的一个所谓的对美输出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这2天股市大涨嘛。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毁坏了这个协议，我们如何针对这76%台湾最重要的输美产业来做交代？如果美国继续不给我们所谓的最惠国待遇，232条款继续惩罚下去，那你看股市会跌多少点？不是，明显会不会担心有一个，因为川普唯一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不变，就是他一直在变。所以他会不会？因为他自己，你看他今天就直接讲，太好了，最高法院判我违宪，所以我可以拿出更多更有力的关税武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也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送到立法院，然后蓝白阵营有刚才讲的一些的疑虑，如果没有让他过，然后会不会川普？当然，一个刚刚讲韩国的例子，第二个是川普会不会讲没过没关系，我在我的箱子里面再抛一抛，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会不会担心像这样一些事？第一个，我目前跟在野党我们的立委讨论。他们都认为说，立法院只有也所弄包括审查啦，一定包括啦。可第二个，对于产业的冲击还要讲清楚，行政院不能只有讲好的嘛，说股票就好，股票它就谁？我刚刚讲对农渔产品相关的，甚至对产业的冲击这一些。经济部不是有提出那个吗？冲击那些相关的，还是要讲清楚啊！第二个，投资的部分会不会造成排挤效果？你5千要杀出去台湾会不会变成说相对的原先要投资台湾的股也能刮起这就会影响到嘛。第三个，台积电去美国投资，如果台积电自愿的，那没问题嘛，叫做全球布局嘛。如果是被逼了去的话，会不会造成影响？这些行政院讲清楚就可以。你刚才在所谓的特别项目里面所谓的它的税金比较增加，我个人认为立法院原则上同不同意我们行政院代表台湾去跟美国谈的这个东西，然后回来做一个包裹审查 yes or no， 所有的责任是执政长要担负的。未来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川普如果一条一条跟你调，它可以叠加的，这个你比我还清楚。第三个，我应该是讲说，如果假设那这个内容如果谈的立法院不同意或者有意见的话，那我只能说，就算连台积电你说被迫去，其实我觉得谈判之间本来就是大家有进有退嘛。那谈的结果回来了，我们执政党他必须要负担全部的责任。至于你说单独哪些东西可能税金增加，这个政府会有因应相关的因应方式，如何因应？对，如何因应方式，我相信执政党行政院他们有他们一套版本，这细节我不了解，我也没办法说明。那讲回来的话，整个税金谈判回来是个成功的，为什么你们老是要给他看做跟他做破衰的？那如果说照这样来讲，股票的 K 是在 K 什么啊？你一直说我们拿股票来讲，那事实上股票也一直在涨啊。你告诉我它要跌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台积电对不起，我现在不要了，我跟美国的协议立法院没有通过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来，我把这个复杂纠葛的关系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如果照明宪哥的说法，国民党也认为原来的 ART 包括了232，包括了蝴蝶兰等这些产品0%这个东西是好的，对科技产业、对产业、对台湾整个都是好的。那这个就让它通过，因为你通过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通过了之后，至少这个刚才讲的这个76%这个区块就维持232的零版税。那24这个部分。我现在通过了嘛，代表我的立场，我希望你这24。好，那再来第二个才是，那川普他到底要用24，还是10，还是对24%要用15%，还是0？那我们至少有一个基础，说我国内已经通过了，这是台美之间的贸易协定，你怎么办？你要用15还是0？那所以国民党第一个问题是，你要不要？你支不支持原来那个 ART？ 你支持你就让它通过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行政院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就要去谈的，就是你是要15还是要这个0？但是现在行政院没有立场去谈，为什么？因为你根本还没通过立法院通过，那怎么办？所以这总卡在这里。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我觉得盲点在这里。第三个还有一件事情跟明轩哥谈一下，就是蝴蝶兰在这一次 ART 之前，它也不是0%，这次是因为谈的还没有正式生效，所以现在台湾的蝴蝶兰输到美国，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0%还是18%，我不太记得，就是10几%。那15%是全球通用，也就是说，
台湾的蝴蝶兰没有因为你变得没有因为当然没有因为你掉到0%的时候增加竞争力，但是你因为15%，你跟其他国家的，你跟越南的、跟中国都是一样的竞争力。所以这件事情，什么0%这件事情是本来就还没有开始。来，尚公，我们如果从政治，那因为年底就要选举，我们如果从政治攻防上面来看的话，那从关税，大家本来讲说过年前，如果不是美国最高法院有这个判决，其实那个文本送到立法院去，其实蓝白阵还记不记得我们大家在这边沙盘推演过，有几个可能性，就也不能民党，那要不然就退席嘛，要不然就什么，我们还讨论过这样的，意思就是过了。结果没想到最高法院弄了这个以后，好，我们以政治包括选票的角度来看，对执政党来讲的话，或是对蓝白阵营，在这件事情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违宪以后，那到底得失之间谁得分谁失分呢？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蓝绿里面现阶段讲的话，其实都不是很明确。那现在。人民就是听到谁讲的比较大声，真的是谁讲的比较大声嘛？因为我请问一下，人民有看到文本吗？立委有看到文本吗？没了。啊，我相信连政府官员很多人都还没看到文本。那没看到文本，没看到影响评估，去论说谁一定好，谁一定不好。当然了。如果没有联邦最高法院的，如果没有这个判决的话，没有的话，我觉得那是国民党最难的地方。那比如说台中的立委，你要不要反那个工具机？如果工具机不是15%，那回复的话，你就像协议如果不算的话，恢复15%的话，我们就要比韩国多2%多。工具机会不会跳？原本我跟韩国一样，现在你不同意的话，我就要比韩国要多2%，2到3%的税率。其实有些东西，你国民党承受不承受得起？最关键的一件事叫选举年。叫选举年。如果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工总，商总，之前不是有7大商会，对，签完了以后都说要赶快通过啊，这个肯定啊。最近都没声音。但是这个一过去以后，你说判决一出来以后，对，现阶段7大商总好像我没有看到他任何一个讲话。就7大商总是不是内部还在研究，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效应？到现在没有讲话，没有讲话哦。所以你现阶段工商业里面，当然最清楚的一件事，我的关税高过15%以上的。或是我是13%，但是我现在是用232的，我一定支持。我一定支持嘛，这毫无疑问嘛，因为我关税下降嘛。但其他类别呢，因为看不到，但现在走下去，其实如果没有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国民党会输。国民党会输。但是现在这个判决出来以后，国民党不一定会赢。对，国民党不一定会赢，那民进党一定讨得好吗？不知道。因为你真的所有的内容评估，包括业界的声音，股市不准啊。你去看那个宣布违法以后，我们开工第一天，股市里面几乎没有人在讨论关税啦，都是在讨论什么那个台积电海外的那个受益凭证涨了3%，台湾也应该要涨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其实它很简单一件事了，没有那个变数，国民党一定输，因为工商团体、商总所有都出来讲话了，会有压力的。那大家看到的是工总出来讲话，跟国民党好的工商协进会出来讲话，什么跟国民党不错的都出来说好，那国民党为什么要反对？那国民党一定输。那现阶段打到现在，坦白说一句话，因为美国的态度是否明确，现在都还问号哦。就美国说，我告诉你，其他都15%，你照协议来232那个低于15%，我全部都承认。然后另外的，我们依据15%，绝不高过15%等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如果全部都摊开来的话，
国民党输的可能性还是高一点。不过现在看起来，阿淼是自己在好了。你说一般的老百姓对于关税那些有没有直接的一些的关系或感受？也许对有一些人来讲，他会觉得那我又不就直接关税或什么，但是他整体的经济上的一些发展多少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正面或是负面这些。所以刚才请教上公的那个就是阿淼，你自己觉得这整件事情往下，到了现在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郑义军副院长迁回来的时候，卓荣泰院长接机，然后所有那些过程，显然，而且也告诉大家这次谈得非常漂亮啦，或者什么什么这些，经过了不是我们的变数，是国外的美国的那个最高法院的变数。接下来呢？接下来这整个局会变成什么样？我认为接下来这个局考验的是民进党的说明能力，因为川普的这个决定会让大家就是说，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情况是什么嘛？好，那当大家陷入一个混乱，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时候，谁先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说法，大家就会跟那个版本走。所以为什么郑运金今天要开记者会？对，他要开记者会，他要讲清楚。那实际上我跟大家就是 update 几个资讯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10几个小时前，今天台湾的这个清晨，然后这个美国的贸易总署啊，他已经在他的官网跟社群上面公告了哈，就是说。他列了好几个国家，有马来西亚等等，包括台湾，是适用什么？不是适用川普总统新增加的那个15%，是适用已经签订的这个协议。OK， 所以台湾是签订的协议仍然是有用的，这是美国官方的立场。那至于说有些蓝营的朋友会说，那协议是什么？我们没看到啊。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到。签订的协议仍然是有用的，这是美国官方的立场。那至于说有些蓝营的朋友会说，那协议是什么？我们没看到啊。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到，不用当立委也看得到，因为美国早就已经把它公布在它贸易总署的官网上。细项内容，这个是台湾的签的，总共40页，总共40页里面的关于这个协议的文本在里面。当然，你是说，有没有那2000多项的产品清单？它下面有一些附件 ，OK， 大家其实可以去。大家其实可以去阅读哈。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跟美国签的东西内容是什么？其实它现在已经透明了，因为美国都早就全部公布了嘛。那重点只是在于说，现在这个变数出来之后，川普他说：“那你们全部都15+N， 那我们台湾是多少？按照协议15封顶嘛。所以其实我们本来这个觉得签的不错，是因为我们15封顶，然后其他国家。有些15，像日韩跟我们一样15嘛，有些20，有些30，有些40，所以我们觉得签得不错。那现在的状况变化是什么？不是我们变高了，我们仍然是15封顶，但是其他国家本来30、40的那些拉到15+N 啦，他们还是要加N 嘛。那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什么？我们面对的选择是，我们要不要让自己再回到变数去？因为如果我们不要这个15封顶，我们国会把它否决打叉，我不要，那我们接下来要接受就是好，我们是15+N，甚至再往上叠加，因为232会来，还有别的301可能也会来，再叠上去的话，那等于是叫做一个变数嘛。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很清楚的就是说，我要在一个已经确定的协议当中做选择，还是我要选择未知？好，那当然我个人是觉得产业是最讨厌未知啊，产业最讨厌未知嘛。但是民进党他有没有能力去把这个局讲得很清楚给国人听？这其实我个人认为，说明能力其实也是执政能力的一环啊。就是你不能够被反对党带节奏，跟这个主旋律被反对党带着走的话，那你执政当然很难做嘛。那当然，郑丽君副院长他今天开了记者会，率领干部会首长出来讲，但这个讲得够不够？我觉得其实可以再加强，因为过年期间假期间各种说法已经纷纭发酵。OK， 那你现在好开工了，你要赶快把这个说明的定版定好之后，我认为还是在立法院里面是有比较高几率能够取得有利结果。来，阿苗刚刚解释的这些，那阿苗我们来换，因为阿苗本身是台大法律科班的，那在学校读法律的时候，理哲学一定很重要，就逻辑，可不可以分析一个逻辑？就是不排除加入你四川团队跟退选之间的关系，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学的理哲跟那个逻辑？
大概分析一下。这个一般人的理哲学啦，所谓的不排除加入李四川团队，就是不排除退选嘛。讲白了，怎么可能你加入李四川团队还可以继续选？那是什么意思？李四川跟你双蛋黄哦，两个投谁都可以嘛？不可能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我选市议员，但是我也不排除加入建议哥的团队，那意思就是不排除不选啊。这个一般人的理哲学是这样，没关系啊。这个一般人理哲学，但黄国昌跟李四川刚刚敏贤哥讲到选区问题。我记得黄国昌、李四川应该是要选同一区吧？都选新北没错啦。对，对不对？所以呢，他说。这个他上节目嘛，问人家说，这个人家主持人问他说，如果李四川出现，会不排除加入李四川团队？黄国昌表示，当然啦，这个一般人这一般人听到的意思是不排除退选嘛。但这个人厉害，他昨天晚上星期晚上开了直播，非常悲愤啊。他说媒体都做假新闻啊，什么我哪有退选啊？既然可以随便乱解读成我有可能退选。然后他又播放了一个他当时讲他不排除退选的这可能性的影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竿的政治宣传手法虽然在理哲学上不一定通过考验，但在政治学上，在政治宣传上是非常高竿的，因为他是让他的支持者进入了一个平行宇宙然后我们把它称为国昌宇宙在这边我们是面对面宇宙，但是在国昌宇宙里面呢。他们的逻辑是不同的，在黄国昌的世界里面，他们的逻辑是大局为重。什么大局？要打倒暗黑势力民进党。黄国昌这个人很有趣，他的政治叙事从他出道到现在，政治叙事有一套固定的，就是他永远在对抗一个暗黑的力量。只是12年前他对抗的暗黑力量叫国民党，现在呢有新的暗黑力量来欺负他，叫做民进党。所以黄国昌他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塑造，他为了要对抗新暗黑力量民进党，他不得已只好去找旧暗黑的国民党做合作。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人看会觉得他很变色龙？但是在他的信众眼中一点都不变色因为黄国昌在他的国昌宇宙里面，他的角色从来不是蓝或绿，而是悲剧英雄，永远对抗暗黑力量的悲剧英雄。所以黄国昌永远不会退，他勇往直前，他永远不会退选。就算他真的讲了退选，就算他真的开了记者会宣布不参与新北市长选举，对他的支持者而言，这不是退，这是进。为什么是进？因为往打倒民进党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这是他一直在形塑的这个逻辑如果你有看他的直播，有观察他跟他粉丝互动的方式，其实他是一直不断的使用各种现在很多网络上的语言，叫情勒跟 PUA，在对待他的信众以及包括李四川。你看他这个在直播里面，他非常严肃的讲老实跟大家讲以我黄国昌的能力我要过很优渥舒服的日子，真的一点都不难。但是好不容易聚集了这股力量，让很多人相信我们，就要承担这个担子。各位，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其实我黄国昌本可以过很爽，是因为你们，我现在才过得这么辛苦，对不对？接下来什么？还要再请了谁？还要请了李四川他的那个专访里面，他有讲嘛，我参选黄国昌不一定会当选，但是我的议员都会当选。所以如果我不选的话，那我的议员怎么办？这个就是在请了李四川他在跟李四川讲，因为你才能当选所以是不是你要来帮我的这些小鸡嘛？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我们看政治久了，是个非常出街的情勒。那但是他吸引的都是很多的政治初学者，所以会被这一套吸引进去。那大家说不对他讲说不排除加入李四川团队，一般听起来不就是不排除退选吗？怎么又否认？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因为他要的就是一个为大局承担、牺牲、打倒暗黑力量民进党的一个悲剧英雄黄国昌。他只要能够成全这个角色，他的逻辑就是没有破绽的。尚总，有一些内幕可不可以帮大家解读一下？
这2天有报道，就是昌川之间有热线，他没有啦，就一个拜年，一个传简讯，一个回电话而已啊。那黄国昌不讲李四川有打电话给他？是啊，你没看到说李四川很客气的怎么样啊？不熟当然客气啊，不然怎么办呢？那不熟你认为能讲什么？就黄国昌传个简讯给，他传简讯给李四川嘛，李四川看到了就礼貌性的回个电话，跟他就这样而已，然后也值得黄国昌拿出来说了半天。那请问一下，黄国昌有说什么吗？李四川可能忘了，李四川打电话来的时候很客气，当然很客气啊，跟你不熟，难道要表现多热络？对啊，其实那通电话就是礼尚往来而已，讲太多了。可是现在，如果要是当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直接讲说新北就是全民调，这解读是怎么解读？是大家站到底吗？全民调？那请问你全民调输的要不要退？对，不是全民调，那当然就该退，不是不退了就可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该退。民调不一定要退这样做参考，因为不排除到别人团队都不叫退选了，我也不晓得怎么解释。其实这样啊。其实你记得应该是2月12号嘛，李四川出来说他2月底辞职嘛。对，好，2月底辞职。好，就是说2月底要辞职嘛。好，然后你看到2月12号当天，李四川不是那个侯友宜就全力支持嘛。其实之前李四川跟那个侯友宜就有电话一直在联系其中最关键的一通电话就是。侯友宜问了李四川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果沙卡都呢？侯友宜有问李四川这个问题如果沙卡都他是要看李四川的决心吗？李四川回他的一句话就是，就选下去啊，就说意思就是他会去选下去，然后侯友宜回他一句话说，你有决心了其实李四川最坏的打算就是告诉你沙卡都了。这是他最坏的打算。好，你从这样的一个电话内容里面当然不是原句啦，大体上是这样一个对话。那侯友宜问他这句话也是摆明了，如果沙卡都就做最坏打算嘛。李四川也回了，如果沙卡都他会继续选下去嘛？侯友宜会问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要知道他的决心嘛，第二个会不会是2024内战？中间蓝白合之间经过了这么多的事，他觉得如果大家天天寄望的蓝白合，如果中间最后真的变成这样，像他一定会觉得说内仗，如果大家早就沙卡都打到底，也许不见得一定会说中间会不会蹉跎了太多时间，他会也是心有所感。当然了，我只摘录了这片段，前面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讲什么。那当然，侯友宜是历经了合作破裂，然后沙卡都嘛，他是历经的人嘛，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当然也都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嘛，因为黄国昌背后毕竟还是有个柯老大嘛，柯老大当初就是侯友宜撕毁承诺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会这样问嘛，当然两个人在之前的通话内容里面当然了，有一半时间在抱怨党中央处理事情怎么这样处理提名的，大概也有抱怨这些事了。当然你说李四川很清楚一件事嘛，你看他问他说蓝白合的事情，党中央决定，其实某种事情他跟你说蓝白合是党中央决定的过程。里面就很清楚一件事，我不跟黄国昌谈，黄国昌你也不要跟我来谈，这是蓝白合是党对党的事，这是2个党里面去谈的事，那你谈好了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OK。所以周瑜修说全民调，那国民党同意全民调就全民调了嘛，但大家问的是全民调会不会比照民进党初选0.6%都算赢，没有那个让3%的什么反正你们也放心一点，现在应该不会再找求什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跟凯斯有关系，好，应该不会再找。那基本上做全民调，李四川基本上也 OK 啊，现在是党中央的态度啊，就国民党中央跟黄国昌怎么决定嘛，
怎么决定嘛？但上公刚才在提的时候，中间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柯文哲，就黄国昌口中的老大。对，他会决定很多局，包括刚讲黄国昌自己都讲说，如果要是他选，他不一定会上，但小鸡都会上啊。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仗打到底与否？如果柯老大就是要打到底了怎么办？因为最近柯文哲动作很多啊，包括柯院长。他是科院长嘛，现在科院长啊，讲师，然后甚或那其实馆长跟民众党的关系一直都不错，馆长这时候跳出来也要帮他们，包括石进秀很多这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不是黄国昌虽然是主席，要不要可能不是单纯一个决定了。是刚刚上公讲到说，这个应该是党队长来协商。我想说，那黄国昌不是党主席吗？对，党队长现在不是应该就跟郑丽文，他不是还应该郑丽文谈吗？跟黄国昌，你看刚才就讲到嘛，党队长协商，可是要先转头问问看老大，要问问看柯文哲。确实啊，你看柯文哲最近的动作，确实很明显的感受到，其实2026这场选举，主要民众党的操盘手应该是柯文哲。黄国昌很清楚了，他就被局限在新北，不管是他要加入人家团队，还是要怎么选 ，anyway， 他就被局限在新北。那柯文哲的这个柯院长的动作频频，你看像他这2天就基本上他就开始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2024选完不久吧？他那时候就提出2026的愿景，那个叫做100-1000吧，要2026要提名100个议员，1000位村里长，那这件事情其实本来他就是要做的。那可以看到，可是因为中间这个在积压了这很长一段时间，他现在开始了，所以换言之，柯文哲他其实在布局操盘的是整个民众党全国的9合1的选举，包括黄国昌的新北。那100-1000当中，他就开始说，我要那个视讯教学了，我要怎么样，时间不够啊。那可是那个其实就已经很清楚，那等于是他重新启动100-1000计划。你民众你国民党要来谈，不管你是找黄国昌，最后还是要跟我谈。的结果是，除了县市长的合作蓝白合之外，你县市议员的 N+0、N+1、N+2，他当初喊出来的，不可能是 N+1，可能是 N+2，你国民党怎么办？可是，在100-1000里面，他提到一件很重要、一个很微妙的概念，除了他这个操盘之外，他提到说这个视讯的训练可以跨党派合作。我在想，那你不是要争取的应该是民众党的县市议员跟村里长吗？那你要跨党派合作是要跟谁跨？那应该跟国民党对啊，那也就是说，他总会跟民进党的跨党派应该不太可能，民进党应该也不愿意跨党派。这没搞。对不起，因为建议每一次你只要讲到绿白有没有合作的可能，他都会给你3个字，这没搞，还可以。OK， 所以你会觉得，那这个跨党派就微妙啦。我幻想一个场景啦，今天如果柯文哲愿意这个。做得到的蓝营的县市议员或村里长愿意那个看板，你要挂柯文哲还是要挂郑丽文？还蛮微妙的哈。我相信可能有不少的蓝营的议员，他觉得2个都挂可能也不错。2个都不挂更好吗？不知道。对，所以其实看起来，我觉得柯在这后面的主导性很强。那柯是不是要黄国昌站到底？我觉得那就取决于你国民党在谈的过程，那个蓝白合的机制、制度要让到什么程度？那柯是不是要黄国昌站到底？我觉得那就取决于你国民党在谈的过程，那个蓝白合的机制、制度要让到什么程度？那个全民调要怎么玩？那议员的都要怎么评估等等这。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柯要算的不只是这个制度，在这一次2026，他会跟你讲这个东西以后到2028一样适用。那对他来讲，他现在放眼国民党，2028好像没有比我强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计算，那所以黄国昌这当中只是一个拿来跟国民党谈判议价的一个最重要的新北的筹码，黄国昌就好好的待在新北。那我觉得馆长也闻到这个风向了啦。所以他现在说，我要那个实境节目 live show，就是以后只要有那个民众党的造势，他要去现场那个去直播，直播民众党这些东西。他说也先消毒，我可能会被骂，我怎么会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这些绿营的人在这边闹事的，但是我还是会坚持到底。等等的，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馆长去直播到底对民众党这些候选人是加分还是减分？我不是很确定，或许在座可能会更清楚，我不是很确定柯跟馆长的关系。因为我努力查了一下，这个柯文哲出来之后到现在之间，至少公开跟馆长的会面，我只有查到一个
馆长叫他练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只有这个而已。那其他当然有一些非公开有被传出来，但是似乎没有2个人真正公开合体。你看看馆长跟王国璋合体合了多少？所以柯是不是会接受馆长到每一个场去做实境秀的这样子的东西？我自己还是打上一点点问号。不过如果真的讲啊，那易善跟柯文哲合作过这么久，你大概对他比较了解这些。可是有一段。刚才讲说，馆长都说，如果他到地方上，会不会有人要呛他？他说那一定是民进党人派来乱的，或者什么。黄国昌感受一定很深，因为你从过年去拜，好了，当然你说台湾一个民主环境，要表达各自立场的人一定很多。那当然大家也不用太激的一些方式。可是最近你看到直接对呛黄国昌的人，非常好像到每个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对柯文哲来讲，他会想怎么看待像这样的一些的状况？那个对呛黄国昌，我觉得叫他选到底，那不叫对呛啊，给他鼓励啊！苗博雅选到底一定赢啊！我们一定希望听到李明贤选到底一定赢。选举的人当然会选到底一定赢。那为什么黄国昌会觉得这句话叫做呛他？那个代表他不想要选到底嘛？所以柯文哲为什么他最近一则新闻啊，说柯文哲有一个友人啊，私底下拜访友人，就很奇怪了，友人一定不认识媒体，为什么媒体会知道？一定柯文哲告诉讲什么呢？说台湾人还是有理性啊，都有在看啊，不会有人莫名其妙就来呛你。然后说我柯文哲都没有人呛啊，为什么你黄国昌就是被人家呛？你看这句话就有意思了，表示整个民众党还是以柯文哲为主嘛。另外就是柯文哲跟黄国昌用同一个司机嘛，司机说还好我今天载到柯主席啊，我之前啊4天前载黄国昌啊被敲了4次啊，被人家敲了4次，就是表示柯文哲故意在压抑黄国昌嘛。而黄国昌退不退选，刚才讨论他要不要退选，现在已经不是黄国昌决定了。黄国昌很聪明啊，其实他宣布参选已经很久以前，去年就在宣布参选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名过柯文哲一掌握到党中央，一掌握到这个院长的时候，马上民众党中央委员会直接提名黄国昌，这个布局是非常巧妙的。也就是说，黄国昌的退选是要经过民众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你才能退选嘛。我还没有同意之前，你就是民众党提名的新北市长候选人嘛。而柯文哲会不会同意？我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今天要帮邱明玉讲话，否则他的200万快要不见了，牛肉面，跟他赌200万，说黄国昌不会退选。柯文哲会不会希望黄国昌一直绑在新北市？让他其他的县市是以柯文哲为主的来辅选这个民众党嘛，所以包含这些所谓要带这些小鸡去扫街啊，要直播啊，甚至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的候选人，我直接讲。包含议员要选举，我就不要讲县市长，县市长可能比较麻烦啦，就是有政党之间的问题。但是议员就没差了柯文哲要跟你同框，要跟你所谓的直播，这些国民党的议员候选人会欢迎，会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众党的10到15%不是黄国昌叫得动的，是柯文哲叫得动的，所以他会带动整个民众党的这些小草，即使县市长我国民党我民众党没有候选人，但是我的议员可以支持挺我柯文哲人，而柯文哲这样的布局，不只是在布局2026嘛，他还要威胁到国民党的2028，这才是柯文哲整体的布局。而柯文哲会不会让黄国昌退选？以柯文哲的选法啦。2024年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嘛，一定等到最后的一刻才会宣布黄国昌是否退选的答案。明显，你们到现在对于蓝白合，尤其像李乾隆他们是不是讲说3月底以前希望能够完成民调，就是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些，包括一些整合啦或什么。媒体上讲说蓝白合大概挑的，你说包括新北、包括嘉义、包括宜兰这几个地方当做蓝白合，然后整合完啦或什么。但刚刚讲到，尤其像柯文哲主席的战法的运用，对你们来说会不会出现很多的变数？你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当然是目前在野党大党嘛，当然先让候选原先我们目前其实占多嘛，对我们提名候选人，我们当然要提最强的候选人啊。那蓝白合是对于我们候选人再加一个外挂，加一个开 buff。能力值再往上提，而且必须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能够打得赢嘛。所以新北是这样，我看了几份民调，包括川博自己看过的民调，沙卡都的情况就跟上公讲了，最坏的情况，即使出现沙卡都，也是能赢苏巧慧啊。那当然1对1赢的比较多嘛，1对1赢的大概将近10%左右嘛。所以对蓝白来讲，当然能整合
最好，那不能整合，也要做一个最坏打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负责任政党，必须对选民必须要这么做的打算嘛。所以对李四川来讲，党中央目前规划就311提名啊，征召啦，然后之后蓝白之间就做民调整合嘛。我认为机制会走完啦。你觉得会走到3月底前就能够跟白营在新北做完整合？那你黄国昌也说明啊，如果数据出来，初选机制出来的话，他也愿意接受啊。他之前包括跟郑丽文主席会面的时候，他也说不会扯后腿嘛。虽然刚刚很多来宾讲了很多啊，包括黄国昌很多想法，我觉得有点讲的，就是说。第一个大环境跟之前的那个军乐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现在基层蓝白合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上一次蓝白合是由上而下，这完全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论是阿苗讲的很多 scenario 剧情，老实讲这跟目前的蓝白支持者的想法会比较有出入啦。你不要讲说啊什么要击败什么恶魔，形容恶魔就是民进党要击败他，不管那样选举就是你不起输的赢嘛，就是0跟1嘛，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自己能赢，当然必须要有候选要这个条件。那另外一个，如果有蓝白整合，增加胜选的机会，那当然是更好啊。双 K 给几票，对建议来讲，你那个很眷村很难的，你要不要去跑？还是得跑啊，多一票就是1票啊，那不是最好吗？那对于说宜兰，包括宜兰，我们是2月底先做民调整合，但下礼拜包括我们不论是议长或吴宗宪委员，民调就会出来，然后进行蓝白整合。大概情况是这样。至于嘉义市的部分，也是采取这种模式。我认为宜兰比较简单啊。大概情况是这样。至于嘉义市的部分，也是采取这种模式。我认为宜兰比较简单啊，那其他包括嘉义这一些会比较进入深水区，我觉得这会后续比较进行提名啊。对，我个人认为说，3月11号要征召李四川，李四川完了为什么还要民调？就要从头选到尾了嘛。那民调出来，然后再去整合。黄国昌了。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征召，比如说我民进党征召了洪建义，征召了王世坚。征召的郑丽君，假设我征召出来，原则上就没有讨论的空间嘛。那你做民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既然要征召他，就绝对不会因为民调来改变我要支持提名的人。这个我是觉得国民党的逻辑怪怪，还是明显可能有口误啦。我刚刚讲说开 buff 啊，你有没有听到？你有在怕点龙吗？开 buff 很重要，那个 buff 要开啊。第二个我在讲我对李四川的认识，我相信我跟明杰都跟他非常熟。我在当议员20年前就认识李四川。那时候他就在台北市政府了。那有时候我们2个讲电话，我相信我跟李四川的熟认度、熟识度，包含讲电话的时间，都比黄国昌长了。那第二个，我不是看不起，你一定要这样比吗？我这个不是个咖的。黄国昌说他不认识我，我只是想讲说，第一个，川博不太可能跟黄国昌谈，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当侯友宜问李四川这一句话，你到底有没有决心？那代表李四川跟黄国昌真的不熟，因为侯友宜本来就要背负的新北市，如果假设输掉，他要背负很多的政治责任。当然，那所以说他想说，如果你愿意或者你想沟通，那我可以代表你李四川去谈看看，这无可厚非。但我只能说，李四川从头到尾就决心没有要跟黄国昌谈。我与其说不谈，说难听一点就是啊，我的看你没你的民调都没开啊，不到10%，我要跟你谈什么？第二个，现在黄国昌怕了什么？其实他仇恨值太高，走到我们彰化也被骂，走到台北也被骂，被一个新北市的议员讲说，去年看到他，现在才看到一次。那代表他1年没有跑。黄国昌跑多久了？跑了1年了，一直说要选。那我只能说，以这个事件来讲，黄国昌是找不到楼梯下，他担心上街头去拜票又要被呛。那被呛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说恭喜发财，恭喜发。那请问过年元宵过了，未来人家呛他要说什么？母亲节快乐，元宵快乐，天天快乐。OK。不过现在看起来，黄越监理法院开议，上公，来最后2分钟，请问一下，当行政院长左荣泰称呼李珍秀叫李女士。那大家就摊开了，就摆明了就是我不认为你是立委的意思吗？
啊，当然。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没有，你让行政院长走进议场里面，基本上跟打招呼的时候都是某某委员，某某委员。但今天出现了李女士嘛，当然就是说，民进党里面从上到下都认为，李珍秀并没有完成他就职前以及就职前所有的法定程序嘛，甚至于包括领身份证的法定程序，就那个注销户籍嘛，哈。当然，上公你知道当院长直接称呼是这样李女士的时候，这等于是一锤定音定锚，这所有的行政机关对所有的部会，因为，我常说立法院跟行政院不一样，行政院为什么最后拍板定所有案的都是行政院院长？因为他是首长制，是。他是首长制，立法院是合议制。就算韩国瑜说了，他还要回来征询大家的同意。如果不同意，他说的都不算数。所以当所有院的首长、行政院院长喊了一个李女士，我相信大概其他部会在公开在院会，只要碰到了李珍秀打招呼，要么就你好，就是说连称谓都不用称，缓和一点的就叫你好啊。那随着院长强一点，就是李女士。好，院长在院会里面突然听到有人喊李珍秀委员你好，你说那个卓荣泰会不会转眼过去看一下是哪一个部会？不过这也很怪啊，只有立委才能进入议场嘛。所以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现在就发生在这里嘛。缓和一点的就叫你好啊。那随着院长强一点，就是李女士。好，院长在院会里面突然听到有人喊李珍秀委员你好，你说那个卓荣泰会不会转眼过去看一下是哪一个部会？不过这也很怪啊，只有立委才能进入议场嘛。所以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现在就发生在这里嘛。进入议场就是行政部门、立法院，行政部门的认定跟立法部门的认定不同嘛，不然如果两边提复议嘛，如果两边都认定同的话，那事情就很好解决了嘛，太会耍逃，就很好解决了嘛，对不对？你看现在，我觉得也很骂，你看邱垂正不是说那个邱垂正，他不是说那个文件是真的吗？对啊。然后现在就说那个内容可能有疑虑，要那个经过司法检验的那个司法检验。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准备要送司法了吗？你不把这个送司法，怎么检验？怎么检验？司法怎么检验？你一定就送司法了嘛？那你说这个事情，当然行政院如果妥协一步，那就是打脸内政部部长，跟那个陆委会嘛，那如果行政院认为说这件事情不要闹这么大，其实会早就跟内政部跟那个陆委会说，事情先缓一缓，但现在看来内政部跟陆委会踩得很硬嘛，踩得很硬，那现在卓荣泰就告诉你说，我的态度也是这样。这件事情，你来你的角度来看怎么办？已经就职宣誓了，依法规定。好，那你行政要讲清楚要怎么放弃啊？你怎么放弃国籍？依照现有的法令之下，怎么放弃国籍？我看陆委会跟内政部的人来鬼打墙啦！你们放弃国籍都先搞错了。就职前要申请放弃国籍，提出证明，没有要你放弃国籍，他连提出申请的证明都没有哦。现在问题在这哦，他后来立法院规定是切结嘛？那你切结之后宣誓就职之后，那如果到时候
已经宣誓就职了，然后行政院现在我觉得变成说行政院跟立法院在对抗，现在不是对抗李贞秀，国基法是要提出申请，你现在变成在对抗立法院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包括质询，那你要不要接受质询，要不要接受备询，所知要不要给所知？所以以后变成都乱了套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解决。最后1分钟，但是你看李贞秀，第一个他就直接说行政院长霸凌中华民国的立委，第二个他直接讲了一句话，陆配绝对不能退。所以他显然把这一仗定义为不是他李贞秀一个人，是整个陆配的一场战争。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他把他自己跟整体的中配划等号，好像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所有的外配是一视同仁嘛。总不可能说今天就特别优待这个李贞秀，其他国籍的外配，你想当台湾的立委，你就得放弃原国籍，唯独李贞秀不用，那对他来讲，他不是特权了吗？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配其实不是要求成为特权分子，把他自己跟中配划等号，其实是这种政治语言，就是要做选票上面的这个竞争嘛。说哎呀，你看看这个民进党都打压中配啊，大概是要带这样的风向啊。但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政治走到现在这2年的纷纷扰扰看下来啊，好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最终还是民意啦。就像军购嘛，关税嘛。当民意有明显的趋势出现的时候，国民党态度会改变。所以李贞秀这件事情一样。如果民意有非常清楚的趋势出现之后，也许还等不到国民党改变了，民众党自己就改变，也是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说，当然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是少数，但是执政团队毕竟他拥有他的舞台，拥有他的麦克风，所以关于重大政策的说明能力，像你这一次的军购跟关税来讲，你能够达到说服人民的话，我想在立法院的困难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OK， 那未来当然前面所提到这几项，尤其是从军购到关税这些，那随着不只是我们，包括国际局势的一些发展，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子妹，我们明天见，拜拜。